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明明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可你的脑袋却像放录像一样反复重播同一个画面。比如说一次不太顺利的面试或者考试，在你的大脑里无限的复盘。我当时怎么会说那句话？我为什么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？虽然事情都已经过去，可这些画面还是一次次的跳出来，让你根本没办法专注于现在更重要的事情。这就是思维反刍。那么如何打破这种让人抓狂的死循环呢？今天我将带你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。反刍这个词语来自于拉丁语，意思是反复咀嚼。典型的例子就是奶牛。奶牛反刍是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嘴里进行再次咀嚼，而思维的反刍就是人的大脑就某件事进行反复思考的过程。有时候我们脑袋里会冒出一个回忆，它会牵扯出一连串的回忆，把我们困在一个思维反刍的死循环里面，越陷越深，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那么如何摆脱思维反刍的困扰呢？我们要采取以下的几个步骤。首先，跟思维拉开距离。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或者是几个词这种贴标签的方式，让自己认识到思维反刍是没有意义的。比如说，此时此刻我又在进行没有营养的幻想了，我又在纠结已经无法改变的过去了，胡思乱想是毫无价值的，是纯粹浪费时间的。用这些话语来看清反刍思维，并与他们分离。接着你要去付诸行动。比如你对于你最好的朋友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话，事后你非常的后悔啊，你陷入了思维反刍，一直去回想这件事，甚至设想当时你要是没说这些话该会有多好。这时你要问问自己，这些反刍有用吗？能解决问题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所以你需要立刻停下来，去做一些能改善你和你朋友关系的事儿，比如打个电话道歉，或者请朋友吃一顿来修复关系。如果这件事是你无论怎么行动都无法改变的话，你就更没有必要去想了。这时候你也需要行动，去做一些事，转移你的注意力，把它从思维反刍中拉出来。你可以去阅读，去运动，去工作，甚至可以整理家务。有人说，这时候我想专心工作学习，感觉很困难呀，脑子都乱掉了，都瓦特了。你可以先集中于自己的呼吸，或者身体的5个感觉：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味觉、嗅觉，先通过呼吸和五感辅助你拉回到当下，拉回到此时此刻。这能有效地打断思维反刍，帮助你重新专注于现实。总结一下，当你又陷入思维反刍中无法自拔的时候，首先你要给他们贴标签，并与他们分离。比如，去死吧胡思乱想，别再来烦我了，毫无价值的空想。接着你要真正去行动，去解决困扰你的问题。如果问题无法解决，那么就专注于当下，专注于此时此刻该做的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比如工作、学习、运动等。当你忙于手头的事情，不再搭理那些扰乱你的思维，他们自然就会无趣的走开了，你也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请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哟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